我们来接下来关心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纽约登场了，川普骂遍全球啊，骂遍全世界。我们先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在我的领导之下，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美国现在非常的火热哦。啊，你联合国太破了，没有这个 prompter 哦，所谓提词机哦，字幕机。电梯还坏了，我太太差点摔倒了。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电梯坏了，他怎么样抱怨。来看看这一幕。All I go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as an escalator that on the way up stopped right in the middle. If the First Lady wasn't in great shape, she would have fallen. But she's in great shape. We're both in good shape. We both stood. And then a teleprompter that didn't work. These are the two things I go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 bad escalator and a bad teleprompter. 好，他骂联合国，然后呢，他说全球所谓的气候变迁根本就是骗局，移民还有绿色能源正在摧毁欧洲，还在开放边境吗？你们的国家下地狱去吧！他真的是口不择言哦。那他继续讲说，如果你想重新伟大的话，就需要强大的边境和传统的能源哦。所以他的这个演说不断的在加强他的现在政策的说帖，某种程度是这样，希望推行他的 Mega 到全世界去。另外他还讲说，每个人都说我好棒棒哦，每个人都说我应该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可是呢，我不在乎，我只在乎生命，我要去拯救生命。联合国不提供协助，我独自结束7场战争。我算了一下，他到底结束哪7场啊？我真的算不出来哈。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巴勒斯坦人现在在水深火热，可是川普有听见他们的呼喊吗？安理会现在只有美国这个会员国是反对的哦，反对这个所谓的2国方案。我们看到马克宏就讲了。他说这个唯有终止这场冲突，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是跟着这个川普的话讲哦，因为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建国，美国跟以色列力抗全世界。连意大利的总理这一位女性的梅洛尼，很多人说她是川普在欧洲的小妹，可是连她都这样讲咯，连她都说我不反对承认巴勒斯坦国。他认为哈马斯释放人质啊，如何就可以有条件的赞成或者是同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那联大多国呼吁落实2国方案，美国却还在完全以一个人的力量在违抗全世界。因为加萨的惨剧已经让很多人完完全全看不下去，而且是不能忍受。我们看到呢。有一些物资被送进来，这是由中国大陆援助的物资运抵加萨。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动荡，而且不公不义的事情还在发生。那这一些大国的所谓的领导人齐聚在纽约，可是很有趣的一幕出现了。我们看到马克宏他开完会想要走回去他的大使馆，结果在街头被拦下，这一幕很奇特。我们先来看看。Who's this? How many people? No, I have 10 people with me. I go to the French embassy. No. I'm sorry, I'm President. I'm really sorry. It's just that everything's in frozen right now. There's a motorcade coming right. That's why. Oh, sorry. If you don't see it, let me cross. I negotiate with you. How are you? Guess what? I'm waiting in the street because everything is frozen for you. 好，你看到这一幕真的很特别哦。这个马克宏打电话给川普说：“因为你的车队要经过，所以我被拦下来了。”那这一位在路上指挥交通的这个警察，其实他认得马克宏，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接到命令啊，因为车队要经过。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总统轻车简从哦，马克宏他可能只有一个随从或者安全人员哦，有点。在我们的这个印象里面这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用走路的走。那我们看到马克宏不仅多次强调欧洲自主，甚至公开高调的承认巴勒斯坦国，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惹恼了川普。川普要让他难看吗？刚刚发生的这一幕，当然是网友认为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背景在。而另外，川普其实可能更不爽的是巴西的鲁拉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面碰头了有拥抱拥抱了20秒。这背后有角力呀如果
巴西不靠拢美国将面临困难，这是从川普的嘴巴里头讲出来了，某种程度还在威胁。而美国宣布制裁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妻子，巴西外交部说强烈愤慨。我们看到大国之间的角逐跟竞争无所不在。来，请教老师。川普的演讲充满了谎话啊。第一个，他说联合国电梯怎么会坏掉啊？你是故意的吗？如果我太太摔倒了，或者我摔倒，还好我们很健康，确实一上去以后就故障了。但是问题就在为什么会故障？因为你美国是联合国的欠费大王你都不缴钱所以联合国根本没钱嘛。因为你美国欠的钱最多，你就是不肯缴钱，你缴钱的这个基础设施就早就维修得很好嘛。你美国人那么有钱，就是不肯缴联合国的会费，这是不应该的。第二个，他说这个气候这个是骗局。观众朋友，大家都感受到气候极端异常了，极冷又极热，冬天冷得不得了，夏天热得不得了，越来越长。整个地球的温度都在上升，大家都感受到了嘛。还有他说他读稿机坏了是你的阴谋，但问题就在于，联合国秘书长就直接说了，对不起读稿机是每个国家的自己准备的，因为大家都怕别人动手脚，对，所以你的读稿机都是你自己的这些幕僚人员帮你弄好的。那你今天不怪自己的这个白宫的这些团队，你去怪联合国，这个实在是。那如果说机器坏了，那很奇怪你就在你美国你把钱缴了吧，然后你的白宫人员把发条上紧了吧，我觉得这个简直都是匪夷所思。好，他又说移民的问题会给欧洲带来灾难，像地狱一样。那我们要问不是移民他是难民，有2种人，一种是政治难民，另外一种人是经济难民。政治难民就是战争难民。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来了，大部分涌入欧洲的都是什么人？第一部分的人是阿富汗人。美国20年前，就是2001年去攻打阿富汗的时候，造成阿富汗的战争20年。这一群灾民，这一群政治难民，他们往欧洲地方移动，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好，所以是谁造成的？美国造成的。第二批难民是谁呢？伊拉克人。伊拉克人就是2003年这个小布希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制造出来的难民。第3种难民是什么人呢？都是几百万人第3种难民是叙利亚。奥巴马总统的时候要去挑动叙利亚的内战，然后难民往外涌出。这个上千万的难民，不要忘了，约旦收容了300-400万难民，土耳其也收容了几百万难民。这些国家穷，但是他们收容了大部分的难民。这些难民待不了10年、20年，他们的孩子有未来，要考虑未来，再往欧洲移动。还有北非，从突尼西亚开始，这么多的人越过地中海进入欧洲，这些都是因为战争动乱造成的。谁打仗？美国人带着法国人、带着英国人去打利比亚，去打叙利亚，去打阿富汗。然后造成的这些难民往欧洲涌出。梅克尔就是一个受害者嘛。梅克尔当初接收了80万个难民的时候，造成德国人的强烈不满，把他逼下台。我个人是觉得说，当今天你川普在讲非法移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非法移民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战争移民，是没有错。你美国造成的，你要负责任。第二个就是经济难民，就是为了要追求更好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国家陷入分裂，然后都在打仗，陷入分裂都在打仗，几十年都在打仗，经济民不聊生。我个人是觉得，谁去打仗就是你德国，要不你美国、英国、法国，你们把整个北非、中东地区搞成这个样子，你还来怪别人，我就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意大利的总理现在知道苦头了，因为他不承认巴勒斯坦的时候，在国内制造了更多的工会的罢工。现在的情况，他一看内部里面烧起来了，松口了，说我们也不排除会承认。这代表什么？欧洲反美的声音越来越多，开始涌现了。来，彬哥，其实我也很好奇，到底哪7场战争？所以我去查了一下，BBC 整理也不错整理。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可以算了，然后巴基斯坦跟印度也可以算，虽然印度不承认。然后
卢甘达跟民主刚果，这个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对呀，可是但那其实只是一个小冲突。然后泰国跟柬埔寨也算，这也算，他也说是他解决的，这个他解决的。对，然后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这个算了。对，然后埃及跟，可他们没有真正打，其实就只是要起冲突而已。然后埃及跟伊索比亚也是只是发生争执而已。对呀，对啊，然后最后一个塞尔维亚跟科索沃，这也只是要发生争执就不要停下来。反正川普大概觉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十拿9稳了，所以他现在就是不断吹嘘他自己的功劳。但是其实他第一次去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时候也是这种态度，一模一样。但当时是哄堂大笑。大家都觉得这叫在说什么啊，乱讲一通。但这次你看台下没有人敢笑，为什么？因为大家认为这个狂人讲的是真的，他真的会这样干。因为以前人家觉得他只是说笑话，这一次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感同身受，因为他真的这样做，他真的认为气候变迁是一场骗局，然后他真的这样开始搞，然后对全世界开始加强关税，然后甚至要制裁移民。那我老实讲啊。川普也许真心认为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可是实际上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在衰落。我觉得他恐怕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忘了联合国是美国一手打造起来的，可是现在你知道联合国已经快要落入国联的下场。当初美国自己创立国联，然后自己不加入，那现在呢？美国在联合国在吃自助餐，我想要的我就来，我不想要的我就不理你。那如果一个创始国长期以往又是联合国的最大资助国，长期以往，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因为美国第一个，美国不会甘心让中国大陆取代它在联合国中间的地位。那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美国大概就会退出联合国，那联合国还会有作用吗？如果这个美国不在联合国内的话，联合国会不会就直接分崩离析了？那现在川普不断的在全世界去推广他的这种极右翼概念，那这个其实也许对过去的极左的概念做一些矫正，可是问题是相对的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跟新的麻烦。那这跟欧洲很多国家的利益是直接背道而驰的。那川普一直往这个方向去推下去，然后直接这么不假辞色去教训欧洲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未来还真的会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吗？我真的是非常疑惑。你觉得欧洲人就这么逆来顺受吗？你要知道，据我所了解，欧洲人骨子里是不太瞧得起美国人的。他们一直觉得美国的文化是比较野蛮粗俗，他们才是文化的祖宗。那现在一个他们认为是野蛮人的美国，对他们一直那个指手画脚。那你觉得欧洲人能够就这么忍气吞声吗？那我不知道马克宏被塞车挡住是不是川普故意要整他，但是我觉得。川普是不是可能会干这种事？他是有可能会干这种事，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因为他就是一个锱铢必较、有仇必报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不管真实的川普到底如何，如果一个世界级的领导者，如果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你给全世界的普遍概念是这样的时候，那美国在全世界还有什么威信？美国还怎么去领导世界上的国家？特别是在以色列这件事情上，美国已经走得太过头了，过头到他的过去的盟友都没有办法再支持他，连大英国协的这些国家都已经受不了。对，那美国还有什么盟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美国大概越来越会在联合国里头跟全世界各国对着干。那请问一下，未来的国际秩序谁来建立呢？国际会不会直接陷入一团混乱？好，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马克宏在街上，那一定是川普故意搞他的，故意搞他。为什么？因为马克宏之前他是联合国大会演讲完以后下来被挡住。那大家看一下马克宏在联合国大会讲什么？他在大会讲的就是打脸川普嘛。川普说要得诺贝尔和平奖，那马克宏在那边说，你现在来讲的话，你一直不停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停的在给以色列递刀子、递炸弹，那让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走廊进行一场屠杀式的攻击，那你凭什么去拿诺贝尔奖？所以马克宏讲这话，川普当然就不高兴就叫这个故意借着车队名义把他拦下来。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危险。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当做一场这个花絮这样子来看来讨论。可是我跟各位报告这个马克宏毕竟是法国总统，如果说事后大家看看他在街头独自走了30分钟，我跟你讲，那维安是很严重的。
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有1-2个疯子？然后这时候一看到他认出来，连警察都认出来他是马克宏，他在那边当场说：“总统先生，很抱歉，因为我们有个车队要经过，那就是川普的车队嘛。”他还打电话给川普：“哎，兄弟啊，你让我也通行一下。”就可见的川普那时候没有跟警察讲，合理来讲说，哎，这误会，对不对？我再到美国纽约来，你把电话给这警察，我跟他讲一下，你让这个法国总统马总统先行离开哈。这个，但是可见的川普连这个动作都没有做，对呀，可见的他是故意。那之后我们看到马克宏，你可以说他很接地气啦，在纽约街头跟民众一起合影合照哈。可是你知道这30分钟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造成世界大战，对不对？如果马克宏在这30分钟遇到一个这个疯子对他袭击，或者是对他做一些不理性的动作，甚至于在街头把他拦下来骂一顿，你想想那后果来讲的话，是世界级的大事哦。那我们看一下美国川普这时候弄这个鲁拉，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前拥抱，背后插刀。哎，他不是背后插刀，他人前就插刀，哎，他当面就给你鲁拉难过，然后甚至于说是威胁要对他的不是威胁，已经做了啦，对他们这个大法官哈，因为大法官判他波索纳罗这个巴西的前一个总统判他有罪，所以他就去制裁人家大法官。哎，你是美国总统，你怎么这么鸡肠鸟肚哈？这个马克宏讲你就去拦他车子，这个鲁拉做这个他们自己国内的司法，你要去干涉人家司法，居然用制裁人家大法官跟妻子的手段来做制裁，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真的是鸡肠鸟肚到极点。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哦。这个因为像这样子很不合常理的事情，的确都在美国境内发生。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他同时也去参加了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大会哦。他宣布中国在未来世贸谈判中不再寻求新的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大陆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阶层哦，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李强讲的这句话说，中国将不在现有与未来的 WTO 谈判中寻求新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有一些人就解读说，哎，是不是以后中国就不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了？可是其实还是啦，只是他没有新的待遇或是特别的待遇。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过去美国就一直不断的要求中国说，你们已经这么有钱了，你们不应该是开发中国家了哦。我们看到川普怎么讲，他说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哦，却继续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开发中国家哦，他想要强迫他离开发展中国家之列哦，可是现在其实中国大陆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之列哦。我们看到李成钢，他是商务部的副部长，他说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中国家，中国开发中国家的地位和身份没有改变，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和开发中国家站在一起。好，另外呢，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尽管它是开发中国家哦。它有一个很肥的单子，大豆，因为他们的内需非常的强劲呐，哦，它现在不向美国下单了，所以美国的大豆商很伤脑筋。它向谁下单呢？向南美的阿根廷哦，所以这件事情呢，对苦无订单的美国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代表团跑去中国大陆访问哦，这是时隔6年，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事件哦。他们是希望做什么呢？推动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这是一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个商务啊，这个贸易啊，他们希望可以推进。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欧班列25号恢复通行，波兰宣布啊恢复开放与白俄罗斯边境的口岸，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通往欧洲的主要陆路贸易路线恢复了。而另外呢，中国大陆的军事科技，全世界的国家都在看哦，因为是突飞猛进。我们看到中国福建舰啊，前2天它的舰载战机起降的画面已经公开了哦，包括在央视你都可以看到。有什么呢？歼15T、歼35空警630型的舰载机哦，你可以看到在福建舰的甲板弹射起飞的画面。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长春航展哦，这件事情呢，当然也有很多的航空迷去看。那军事专家是这样讲说，中国的解放军把老歼6改装成无人机的蜂群哦，就是无人机队要来攻台。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台湾的防空系统可能很难应付。
而美国的空军部长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中国大陆的空军发展现在突飞猛进，如果我们美国再不创新，就落后了哦。那他们现在要先淘汰 A10的攻击机队哦，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老旧的飞机型号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这一位同样的空军部长他说，美国的战机妥善率非常低，几乎只有一半能飞哦，所以美国空军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可以在高空威胁空军中生存的机型，否则事态就会非常的严重了。他们点出了一些问题，而美国的 F-47第6代战机现在据说已经开始建设了哦。预定2028年要首飞，这是波音团队在3月的时候他们获选开始要打造这个6代战机。另外，来自于科技业的新讯息，这是彭博社的新闻，他说华为擘画 AI 晶片，希望3年可以超越辉达。那中国大陆当然它有3项优势：蛮力、串联跟政策支持，所以某种程度呢，未来3年。他想要超越辉达 NVIDIA 现在的地位。来，请教老师。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它是以这个一个国家的国民的人均国民所得来计算，还有它的人类的发展指标来计算。确实，中国大陆因为国家大、人口多，城乡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例如说，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不得了，他们的人均所得很高。可是，在内陆里面，他们有很多地方的人均所得就没有那么高。所以你整个平均下来的话，事实上是还没有到达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已开发的国家。已开发国家。所以我觉得在大陆的定义基本上来讲，在国际上是站得住脚。但是由于你整个国家体量大嘛，你的外汇存底那么的多，你的科技能力这么的强大那当然大家就会产生一种更强烈的印象，就是说你很先进了，你各方面都已经表现的已经是比这个美国在科技产业方面你都不输他了，甚至很多领域都赢他了，那你怎么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呢？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就说好，那我的权利我可以放弃，但是我的地位不变，还是属于发展中的国家。这代表什么？它的政策里面，它永远要站在南方的世界里面，就第三世界，它要拥抱第三世界。我觉得这一点的立场没有变那例如说，美国这次改变的战略，过去在川普时代就已经开始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的，那是第1任的时候，一直到拜登，那美国的政府就补贴他们的农民，也就是说，因为两边的贸易战一打以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关税拉高，原来37点多嘛，大陆也对美国的关税也拉高那两方都拉高了情形下的时候，美国的农产品卖到中国大陆很困难。可是过去从川普到拜登，他们采用补贴，就是我帮你支付大陆的关税，那让你的产品还一样能够卖进中国大陆，所以美国的农民就感激这个川普，说是你给我补贴的可是他拿的是美国人民的纳税钱来帮助美国的农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大陆。大陆在这一任川普上来了以后改变策略，在今年完全不下订单，你就没有办法补贴了，因为不下订单嘛。不下订单就没有关税嘛，那他就从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等来购买，那这个对美国的农民就产生了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了，那怎么办？那股价一见就伤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波兰的这个封锁波兰把中欧班列封锁，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对中国大陆伤害大，其实对欧洲的伤害更大。原因在哪里？因为如果以“一带一路”来讲，中欧的班列的这条线占整个“一带一路”大概3%，所以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来讲影响不那么大。可是呢，对欧洲的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85%到90%进入德国也就是进入欧洲的这些走陆运的这条路线都要经过这个波兰。那你想想看，电子元件还有汽车的零料件都是德国所需要的，这些全部都运不进去了。有300列的这些火车被卡在白俄罗斯，那当然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大陆改变了另外一个战略，就是它有一条北极冰洋的快捷通道通了，18天就到了。陆地上走的时候还要30天，海运走的要40到50天。那现在快捷变那个通道18天就到，我们看到
这个战略一改变，波兰马上就松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比较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实力，从武器上面来看，彬哥怎么解析？其实最近大家包括美日韩都在热议这个福建舰，它实现电磁弹射，而且不但是战机能够弹射，甚至连预警机也弹射上去。那当然，这代表大陆的军事实力的大跃进，表示它终于有真正可以跟美国航母比肩的战力。所以这个对把中国大陆视为敌手的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阵子，自从福建舰这个测试的画面出来之后，这些国家都在研究说，未来针对中国大陆的很多战术，恐怕都必须要调整改变。因为第一个，它的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打击范围就扩张到比以前大很多。那你的相应的防御，那也要重新做一个调整。然后很多台湾人会说这个东西是针对台湾人而来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根本不是，不是啊，这个不是针对台湾人的东西，这个很明显就是以美国为对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我想这个对老美来讲，当然他心里头的压力很大，他也会借这个机会去跟元老院要更多的钱，然后想办法去弄。比如说你看他又提了万年的题目，说 A10 要淘汰了，不能再留着了。其实美国讲要淘汰 A10 已经讲了大概10几20年了吧？那为什么不淘汰？不是因为你用其他东西更贵啊，对啊，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要更新他的机翼啊，一直在不断的改造，还是留下来。他们本来预计2028年要淘汰，现在发觉恐怕要留更久，可能要留到2030年以后。所以美国其实就是这样，美国一直很想更新它所有的设备，可是它的设备越来越贵，所以你的更新越来越慢，数量越来越少，就变成美军的战力不增反减弱。所以这个对美军来讲绝对是一大警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最近对岸的长春航展也透露出一些端倪，来请教将军。这是如果说是福建舰是针对老美的话，我觉得这个歼6改装的就是针对我们台湾。我讲几点，第一个来讲，它名称改成以前叫做歼击机，它现在叫攻击机，在作战任务不同，它的名称就不一样。歼击机是负责制空作战的，那攻击机就是对地攻击，就像 A10一样，它负责对地攻击。那试问一下，这个攻击机它对地要对哪个地面实施攻击？对日本吗？对菲律宾吗？我觉得对我们台湾威胁最大。那它现在攻击能力有多强？第一个，它作战半径700公里，700公里，台湾攻击完后再回去绰绰有余，所以说绝对没有问题。针对台湾的各个地方。第二个，我们看到它原来的挂架可以挂这个一边的翅膀上面可以挂2枚500磅的炸弹，总共挂4枚，它现在多挂1枚，挂6枚。那这500磅的炸弹就是很明显针对地面攻击。那它为什么可以改装呢？他把他的机炮拿掉了，他不再做空对空的作战，他把机炮拿掉，这个3门机炮拿掉的话，再加上驾驶舱人的重量跟椅子的重量都拿掉之后，我觉得可以让他多挂500公斤的炸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用在什么时候？我觉得以攻击机来讲的话，第一个，它在如果说对台攻击之前，我们要注意到各个阵地的防空作战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就是对我们不管是雷达或者是装甲兵的基地，的逆袭部队的基地来实施这个对地的攻击。好，欢迎您回到1700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为您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赶紧来关心花莲的灾情，这个堰塞湖议题冲击了花莲光复。我们看到当地民众还有县政府其实很紧张，担心第3波的溢流警消急喊水来了，快离开到现在幸好是虚惊一场，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现在它蓄积的水量还是很大，所以农业部林业署说有局部的水量流出，还没有新的坝
大体溃缩，没有第三波的洪峰发生。但是民众在这个地方，有人还没有被救援出来，担心受怕。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心声。就是我家的1楼，水又上升了，希望早上能够看到救援队来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家现在是4个人，妈妈80几岁了，行动不便，快救我们吧！好，这是凌晨时候呢，民众发出来的求救短片哦。其实救援队伍有来，可是水真的太急了，这个橡皮艇没有办法接近它，没有办法把人给接出来。到现在是下午5点钟，我希望人已经被救出来了，因为现在前线的救援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掌握，还有17个人是失联的哟。哦，像是这4个民众哦。他们是被掌握的，可是有17位到现在我们知道是失联，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完完全全是安好的。我们很祈祷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救出来。我刚刚讲这个堰塞湖现在的蓄水量是2300万吨哦，有9200个游泳池这样的水量它已经溢提了3/4的水流下来了，还有这么大的水量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监测水位高度是在最高的时候是这样，那现在当然因为它溢提嘛，因为台风的关系溢提，到现在水少了3/4，还是有危险性。我们先来看看呢，光复市区现在是一片狼藉，整个被泥巴给掩埋，黑色的泥巴，土地包括这个马路完完全全看不见了。那我刚刚讲到失联的状态是有17个人不过看看这一幕，人被救出来，有小朋友被救出来的画面，观众朋友你看看，这是消防人员抛出救援影片，搜救队伍搬着橘色的方形大水桶，水桶里面坐的是一个小男生，可能只有4、5岁这么大，他旁边还有一个未满1岁的小婴儿你看这个小朋友这个不哭不闹非常镇静，可是看着让人非常的心疼那当然小朋友大人有的被获救，可是很多老人因为他走避不及，他们在1楼可能脚不好或行动不便有15个我们的民众，我们亲爱的这个国民同胞就这样子命没有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赖总统怎么说他说要国军准备救灾超过27000名国军现在待命。可是也有网友在网络上底下留言说你不是说这个堰塞湖呢要处理吗？可是相关单位怠慢所以是不是要国家赔偿？有些居民也这样讲，因为这是国家管的大家要知道山上这个堰塞湖的形成农业部其实是有责任的要监控要看它的危险程度。可是现在呢当然责任的问题还没有厘清，可是蓝绿在救灾的当时吵起来了，这是包括卓荣泰跟傅崐萁。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前进指挥中心的口角。昨天早上我在谢谢院长，我来这里时间宝贵，我还有2、3个地方要看。我谢谢院长，我们要看的是针对今天开始要处理的问题。对，让我1分钟追究这个责任，未来再来谈。是来救灾，不是来1分钟讲话。这样讨论没有意义。要讲话要讲清楚，话要讲清楚。好，话要讲清楚，我们到立法院去讲，明后天都可以讲。对，立法院我觉得很等时间有限。如果但是在这里没有发言的话，在这里决定局面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人民相信行政院没有立即性的危险，这就是行政院，这就是行政院，这就是行政院的态度，这就是行政院的态度，这就是行政院的态度。好，吵得一团乱。这是在花莲的前进指挥所，你看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直接把麦克风放下，人扭头就走。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赖清德总统有讲过这样子的话，他说民进党拼经济有2步7载，这应该是用台语讲的我不太会讲2步7载，意思说有两把刷子啦那大家对经济成果满意吗？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柯文哲他的这个秘书长周瑜修，这是民众党的秘书长在经过媒体的访问的时候是有讲说，柯文哲他转述柯文哲的说法，说赖清德就长那个样子，
所以2028一定要下架赖清德。你光看标题会以为柯文哲在批评赖总统的外貌哦，仔细一看，原来哦他是说他不容易改啦，个性不容易改，他就那个样子，讲也讲不听。所以蓝白合他们的目标就是2028下架赖清德，而另外呢要下架。讲到蓝白合，国民党的党魁之争最近也是新闻的焦点。郑丽文现在在脸书上在 social media 上面在网络上的声势非常的大一般的网络民调它也很高。那现在有媒体报道说，他背后有一个神秘金主叫做 CK Young 那这个 CK Young 啊，本来是蓝营就是国民党的金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支持郑丽文吗？郑丽文就说。杨建刚就是 CK Young， 国民党的大家都认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敌对阵营不断暗示什么，讲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在做什么样的阴谋论呢？另外也有人在讨论派系票开始对郝龙斌的支持出现了破口，所以呢说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要支持郝龙斌或是罗志强看起来是要对付郑丽文，就两派嘛。如果要弃罗保郝，或者是弃郝保罗现在看起来变成是一个党内在讨论的话题了。来，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先请教彬哥。其实我觉得，本来照理来说，出现这种天灾，就是大家第一个时间应该是要全力去救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灾害发生一开始。就是有人一定要去扯一大堆政治，然后先推责任，先说是谁的问题，然后事情也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拼命讲，不是一直这个吴思瑶一直在讲说这个徐正伟根本就不在啊，什么什么，他礼拜一就回来，他实际上就回来，那当然是刘世芳叫他回来没有错，可是这个923议顶，他922晚上就回来了，所以你要说他不在，他也是在。而且这中间有很多的判断，其实很多都是经过扭曲的。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今天卓荣泰去现场视察，你去现场视察，你傅昆萁要讲什么？傅昆萁其实就是在抱怨说你们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地方。那可是卓荣泰连1分钟都不想听，反正你要讲这个，那我就不要听，我就走。然后问题是你不断的放任吴思瑶，放任陈培瑜。不断的在外面到处散布经过扭曲的资讯，然后你们这边都可以不断的去讲，然后别人要讲事实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说现在先救灾再说。沈伯洋后来在那边鬼叫，不就一直在叫说现在先救灾？那你们的人在那边嘴炮的时候，你怎么一句话都不吭？所以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就是卓荣泰先揍了人家一拳，然后呢，人家想要还手的时候，他就说。暂停，我们现在先去处理别的事情，不就这个事吗？他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啊。但是我必须讲，现在花莲的情况还是很危急。刚刚前子也告诉大家，只是一顶它并没有溃堤它上面还有2-3千万吨的水还积在这个地方，而且今天中午的讯息是，水位还在逐渐升高当中，所以本来一度传出说可能会第3度又往下这个一顶，然后目前是还没有发生，运气不错。可是它什么时候会发生，没有人知道。因为农业部8月的时候，本来预计如果没有状况的话，可能10月初会议顶，也就是说它早晚都会，只是什么时候不知道。那现在接下来什么时候会下大雨，不晓得。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更难掌握的，什么时候会地震，没有人知道。花莲是经常会地震的地方，那么一地震就有可能会溃堤就不得了。所以现在光复、万荣、凤林这些地方的人，他到底是该回家还是不该回家？还是应该要持续的撤离，等到所有的一切处理完。那这个堰塞湖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处理完？我们如果以大陆汶川地震做例子的话，他们是1个月之内就把它处理掉。那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办法这么快的去处理，因为有一些先天性的限制。那可是什么时候能够处理完？因为如果按照8月的时候行政院的说法，可能1年之内都很难处理完。那难道这1年？每一次只要下大雨，这个万荣、凤林跟光复的人就开始逃难吗？那还得了？台湾这么爱下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央应该要赶快拿出办法出来。如果说真的堰塞湖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处理，那怎么安置这么一大批人，几千人呢？然后他们现在还在那边扯说
左宗泰，我跟你讲，为什么傅昆萁会火，你知道？因为左宗泰一下去就说，显然地方没有执行好撤离计划。那傅昆萁讲的是什么？垂直撤离是你中央告诉我要垂直撤离的，因为你几千人你没有地方安置嘛。什么叫垂直撤离？就是你家可能有2层楼，你就躲在2楼，爬到2楼，爬到3楼，就是这样，这就是垂直撤离啊。那现在就是有人爬不上去，老人呐，对啊，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那有的人他可能不当一回事嘛，然后就出现灾情，现在还有100多个人失踪了。没有，现在有17个人失踪，没有17个人罹难，17个人罹难，100多个人失踪，没有失踪，对啊。失联是17个，现在变17个吗？我刚刚之前的100多人，这个讯息已经 out day 了，已经 out day， 17个，那这样就比较好了。那15位死亡，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灾难其实还在眼前，接下来还会有多大的灾难不知道。那真的大家要克服。那 by the way， 我刚刚看到了，连灾区都还在看新闻大白话。哦，有吗？有吗？我就看到辉文在电视上。哦，是吗？所以表示新闻大白话在光复还蛮受欢迎的。对，如果说没有停电，或者是说这个电路都 OK 的，他们是有在看我们的新闻。那我们要多传达一点灾民的心声。来，先请教将军。我觉得这件事情100%就是人祸，不要再说是天灾哈。什么叫做天灾？就是不预期的叫天灾嘛。譬如地震，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这已经预期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农业部部长已经在8月13号在立法院里面公开说，这个堤宽是1.7公里，然后目前没有立即溃堤的危险。那意思就是说，还是会有溃堤的机会啊，只是时间早晚啊。那你们自己都预判说是10月份可能会议堤哈，所以已经预期了。那如果说已经预期会有这种灾难会发生，你不去处理，那不叫天灾。什么叫天灾？第二个来讲，我觉得这很明显是中央还是地方责任，那很明显就是中央责任嘛。今天我认为说是花莲地区应该没有这个能力处理那个堤。今天陈俊义自己讲的，那你农业部部长在立法院讲，你是不是认为说这就本来，而且那块地本来就是农业部的这个林地哈，所以农业部有这个责任去拆这个引信。那这颗炸弹，你现在不要跟我们这些弹头学者，我特别要叫他骂，这弹头学者这些什么专家，你狗屁啊，什么处理不了？我觉得这根本就你怎么能够讲这种话呢？就像是如果说是今天这个卓奎他们家旁边有一颗未爆弹，突然发现一颗2次世界大战这个遗留的未爆弹，你可不可以说是我没办法处理？我目前没有爆炸的危险，那你就不去处理？那个水库的水量这么大，然后随时有议题的可能，你自己都说只是暂时没有，那是不是等于一颗这种未爆弹，而且很大的一颗未爆弹？这个爆弹如果说一溃堤来讲的话，底下的村子里面大概死伤无数。现在证明是如此啊！你现在再去讲这些学者、这些专家再去讲这些话，你有什么？你说没办法处理，你让老百姓怎么能够接受这种说没办法处理的话呢？虽然说是那在高山之间，我们都知道，你现在释放出来讲一大堆理由啊，什么这个在山里面啊没有道路，徒步难行或怎么样。但你有讲一句方法可以处理啊，你可以用这个直升机将器材运到那边，你可以说我可以用引流的方式啊，最起码减少灾情。可见你还是有办法，只是说你不肯花钱而已。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台湾为什么不肯花钱？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个愿不愿意，中央政府愿不愿意花钱？我觉得他在花莲地区之所以不愿意花钱，有几个理由。第一个，他认为花莲不是他的选区嘛，他认为说我没有必要在那边投资过多的资源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傅昆萁或者徐榛蔚来讲，不是他的这种选区，所以说他让他故意施政很难堪或者是没有一个绩效出来。而第一个是这个蓝绿选区的问题。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最近政府经常在扣课一些钱，我们从这个删减地方的补助款，还有这次不愿意去花这些钱，那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就是很明显嘛。拿去交保护费，拿去给美国交保护费去了嘛？去买军备武器了，国防预算到9495亿还不够，还说以后还要增加到这个 GDP 的5%，然后另外还要再买3000亿的农产品，跟美国买3000亿的农产品。我们台湾是把这钱都奉献给美国去交到那边去了，反而攸关人民生死存亡这么重大一件事情，居然掉以轻心，不肯先去处理。你再怎么样，你都要把这炸弹给它处理掉嘛，不然关系到现在这是。证明确实现在已经17个人民的死亡，人命是无价的，这不是钱能够衡量的。你政府再怎么样，你既然有这个方法，难道我们台湾的学者、专家、工程师连大陆都不如吗？那你去问大陆嘛，大陆人家号称基建狂魔，你去请教他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堰塞湖嘛？我觉得你可以到大陆去取经，然后
还给人民一个安全的一个生活空间。好，为您整理死伤以及失踪的人数。现在花莲17位死亡，17位失联，还有30多位是受伤的情况。17位失联的民众现在正在搜索，不知道他们人在哪里。来请教赖老师。一个灾区14位生命失去了这个当然要追究责任。我想全台湾的2300万的民众都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失去这些宝贵的生命。我们都知道堰塞湖它一直存在，而且事实上水利单位也有提出警告过，而且是很早以前就提出警告了，也就是说有预警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处理？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于堰塞湖是归哪个单位管？是不是水利单位管？水利单位又归哪个部门管？是不是经济部来负责？那么一旦出现这么大的灾情，不是你一个花莲市政府或者花莲县政府所能够处理的了，因为已经超越了他的权责之外了。那内政部在整个救灾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去思考检讨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不知道这次的雨山里面吸了多少水，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水吸越多，它一直排出来的就会越大，所以它的水面高排出来一点，高排出来一点。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下个台风、下个雨，或者是下个地震什么时候来，会不会造成它更大的灾难？这些都是需要中央去研判，中央去做决定。好，那你卓荣泰，你既然跑到花莲去看灾了，去看了，那听听民意代表的意见有什么不对？而且听听当地的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反映他的心声。他说我只要1分钟，你给他1分钟，你又怎么了？你说你还有2、3个地方要去看，可是你只要听1分钟嘛，听1分钟以后，你说我已经给你1分钟了，那真的我要去赶时间，你连听都不想听，为什么？因为你怕这位民意代表代表花莲人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责任要追究，你要怎么追究责任，你接下来要怎么处理，这个都是马上可以做回答的事嘛。也就是说，这一位花莲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如果他问你责任到底在哪里，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应该要有判断了，不然你到地方去看灾干什么？接着他们问说，你要怎么在处理这个堰塞湖的问题，罹难者家属他们的家人的问题，还有花莲的救灾的问题，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去进行重建，这个你都必须要有副案嘛，有没有经费，有没有设备，有没有预算等等。好，你说要出动国军，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已经不是国军的专长了，因为堰塞湖的溃堤或者是大量的水下来，这个国军没有这个专业技术判断，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设备，他不是受这个训练的。我们说灾后重建或者灾后修理、灾后整理，国军可以帮很多忙，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洪水下来，这个绝对不是国军所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是不是用错地方了啊？我个人是觉得，之前说国军不可以救灾，现在国军要救灾，国军要怎么救？你说叫一个步兵或是一个装甲兵，他要怎么去救？他怎么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们的中央政府的无能、失能，才是我们今天台湾最严重的问题。是。